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是2月13号，美国首富、美国政府效率部部长马斯克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会见印度总理莫迪的画面。大家可以看到了吗？现场除了马斯克以外，马斯克的2、3位的小朋友2、3岁的孩子那天也亲切地参加了这场外事活动。莫迪跟马斯克的小儿子也是握手言欢马斯克这几个2、3岁的小孩坐在他保姆的怀里，当然是不是保姆我也不太确定也许是马斯克众多女朋友中间的一位在马斯克跟莫迪聊天的时候，这几位2、3岁的小朋友也在现场认真聆听要我说，马斯克有眼光，为什么呢？我估计马斯克是把他自己的儿子当做未来美国总统来培养所以让2、3岁的时候就让他参加外事活动，亲切会见印度总理莫迪。那你想想，见过大场面将来这是不得了的政治资本你再看现场其他的画面那些官员坐得老远了，那距离跟马斯克的小儿子比起来呢，那真的是差得很远，我都怀疑他们能不能听清莫迪的讲话你再看表情，那些官员个个正襟危坐，西装革履人马斯克的那些小儿子那是童言无忌一边听一边玩那叫一个放松所以我当时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有个感受，要说今天美国政府谁的权力最大，肯定是特朗普。那要问谁的权力第二大呢？那我觉得是马斯克。你看人马斯克是不是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一个人单独接见印度总理莫迪？这活过去应该是特朗普的事儿特朗普就算没时间，也应该是万斯的事儿，对不对？副总统。但是马斯克呢，人家就在那个椭圆形办公室，过去只有美国总统一个人可以使用的地方，单独会见莫迪，权力老大了，对吧？再一个，什么人敢在椭圆形办公室带着自己的小儿子会见莫迪那也只有马斯克。人马斯克现在把白宫也当成自己的家他不仅仅是会见莫迪的时候带着自己的小儿子，那见到特朗普的时候也是带着自己的小儿子。这特朗普一边签署文件的时候，那马斯克的小儿子就在马斯克的脑袋上都作威作福所以你可以看到马斯克现在在华盛顿的真正的权力权倾一时，炙手可热。要说马斯克在当今呢美国政府的序列里头，级别并不是特别高，他只是一个效率部部长。这个政府效率部只是一个顾问机构，就是美国政府自己成立的所谓顾问我们经常人都说了没人顾没人问才叫顾问但美国总统的这个顾问办公室就算是比较正规，它也是一个参谋机构。但是马斯克就凭着这一个政府效率部这么一个参谋机构，生生把自己做成了美国的常务副总统，享受副国级待遇。这哥俩，马斯克跟特朗普自从1月20号之后在美国的政坛掀起了一方血雨腥风，制造了一场超级大地震。这场超级大地震对美国政治走向未来应该说影响十分深远。我们今天就来讲一讲马斯克跟特朗普这哥俩制造的这场美国政坛的超级大地震的故事这事情的原委要从1月20号开始讲起。1月20号特朗普卷土重来，重新回到白宫。当天呢，就签署了100多条行政命令其中有一条就立即冻结美国所有的对外援助90天。这90天的时间里，美国的行政院要审核这些对外援助是不是合理，如果不合理就不要了，如果要是合理再继续对外援助当时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这条行政命令的影响意义之深远1月27号的时候，特朗普又宣布，美国的国际开发署所有的员工就地放假，在海外的这些员工马上回到美国原地待命。1万多名员工中间，只保留了200多人上班，其他的人都在家休假，等待美国政府的下一步的指令。USAID run by radical lunatics, and we're getting them out. 这里头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背景。这美国的国际开发署是一个什么机构呢？它成立于1961年，当时美国政府就出台了一个法律，叫做对外援助法。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大家都知道，世界领袖嘛，那在全世界每年要搞很多个人道的救援。这人道的救援呢，它就专门成立了一个机构，叫美国国际开发署。这美国国际开发署目前每年的预算大概是400亿美金那么大部分都是人道援助。你就比如说俄乌战争期间，给乌克兰当年在2022年一年就援助了160亿美金，就这个国际开发署
那么援助的内容主要是，乌克兰当时从前线撤退的一些难民没有吃的嘛，那美国这个国际开发署就给他们购买一些食品呢。这美国的国际开发署啊，在过去的历史上搞得最成功的对外援助项目，是在非洲推广的艾滋病的防治项目，在非洲搞一些艾滋病的检测啊，推广使用安全套啊。据他们自己讲，挽救了2500万人的生命，功莫大焉啊。还你比如说对疫苗的推广和研究，人类的骨髓基质炎就是导致那个小儿麻痹的那个疫苗，那在全球范围的推广，这个美国的国际开发署啊，也花了很大的精力，也花了很多的钱。那么这么一个机构呢，马斯克和特朗普认为这个机构啊有问题，所以1月27号的时候，他就宣布这个机构全部放假。当时马斯克呢就在推特上转发了美国总统的这个决定啊。他转发的时候，他没说什么内容，他就贴了2把手枪的这么一个表情包。当时估计很多人都不知道特朗普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只有马斯克知道。2月1号的时候，这个国际开发署的网站就停了 ，Instagram 的账号也停了 ，YouTube 的账号也停了。网站上就写着，为了贯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行政命令啊，这网站处于维护状态。紧随其后这特朗普。紧随其后这马斯克的这个政府效率部就开始进驻到国际开发署，开始大规模的查账啊。那么2月2号的时候呢，那马斯克呢就在推特上开始攻击这个国际开发署，他说这个国际开发署不是好东西啊，他说是个犯罪组织，然后还说它是一个极端的什么左派的什么境外敌对势力的大本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巢穴啊，话说的非常非常的难听啊。马斯克的这个政府效率部呢，我在这里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一共有100名左右的成员。这100名左右的成员，他只公布了7名成员的名字，其他的人都不知道，大家都不知道这个顾问机构里头到底是什么人在工作。媒体只是隐隐约约知道这个团队中间的年龄都非常轻，19岁到34岁之间。19岁的那个哥们儿呢，还是一个大一的学生，叫大蛋吗？平时在马斯克的那个公司里头实习，对马斯克老崇拜了，所以马斯克就把他带到了这个政府效率部啊。这批人中间都是一些年轻人，对网络、对 AI 的使用技术非常熟练。这其中有一个人叫卢克，这卢克的这个是一个 AI 的高手啊。这里头还有一段故事啊，大家都知道，去年卢克得了一项大奖，100万美元的悬赏中间，他拿了70万美金。事情的原委是怎么回事呢？大家都知道，公元79年的时候，意大利有一场火山爆发，把这个庞贝古城就给埋起来了。这庞贝古城呢，在上个世纪被发现的时候呢，大家一挖出了一个非常恢宏的当时古罗马的城市啊。庞贝古城之所以有名，是因为它的规模比较大，当时埋的也比较浅，都是一些火山灰嘛。但实际上，威尔威火山爆发的时候，埋的可不仅仅是这个庞贝古城还埋了10几座这个古罗马的古城其中有的是被火山岩浆就给埋了这个就很难挖掘了，因为这个火山岩浆一冷却的时候就变成岩石了嘛。但是也有一些呢是被泥石流给埋的，这被泥石流埋的这个城市呢，陆陆续续呢这些年也发掘出来一些，其中有一座城市呢叫赫姆兰尼姆。这赫姆兰尼姆规模呢比庞贝小得多，但是它非常重要，因为在古罗马时期它是这个富人区。当时那个赫库兰尼姆那城市里头那别墅是一栋接着一栋更重要的是，这考古学家在赫库兰尼姆发现了一座图书馆，这图书馆的规模还挺大。当年古罗马就有这个公共图书馆的概念了。这赫库兰尼姆的这图书馆里头藏书呢，据估计一共有1800卷。那自从200多年前这个赫库兰尼姆被发现之后呢，陆陆续续现在出土的这个图书已经有800卷了。出土出来之后犯难了，为什么呢？当年古希腊的这个手写卷都是写在那沙草纸上，那么经过这些漫长的地质变化，这些沙草纸全部碳化了，因为当时那个泥石流下来的时候，那温度也非常高那么被碳化的这些古书卷都打不开。这200多年中间，有人试图破解这些古书卷，都失败了。而这些古书卷呢又非常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留下了很多书籍，最后都被毁掉了。毁掉了之后呢，现在人能够看到的这些文字都是当年被转成了一些阿拉伯文，
然后又从阿拉伯人重新翻译成了拉丁文。但是这些古代典籍是不是准确，大家都不知道。但你想想，赫库这个兰尼姆的这个图书馆里有1800卷古希腊的那些原文呐，这个如果能破译出来，可不得了。所以啊，在前几年就有人搞了一个悬赏，谁能够破解这些古卷上的文字，那可以拿走100万美金。于是啊，去年的时候，就是这个卢克就带着自己2个小伙伴就开始做了一番尝试。他尝试的方式就是用 AI 想办法去读解这些古卷上的文字。他怎么读解呢？就是利用那些碳的这些碎片也包括已经破解的个别的字母就训练这个 AI 去读解这些古卷中间的文字。结果成功的破解了5%。于是他拿走了70万美元的奖金。据他自己估算，今年的时候，他可以把这个图书中间85%的文字破解开来。那如果能做出来，那了不起啊！所以你看，卢克这个年轻人今年只有24岁跟着马斯克干这事儿那么这个政府效率部进到这个国际开发署之后，他也是用 AI 进行查账。怎么查账呢？据说就是把那些账目全部喂给 AI， 让 AI 去查这国际开发署是不是存在大规模的腐败。因为这个马斯克和特朗普都怀疑说，这个国际开发署天天在国际上大撒币，其实都是一个腐败的机构，没有乱花美国人纳税人的钱。结果这一查呢，很多消息就爆出来了呢，真真假假的马斯克那几天特别兴奋，天天在推特上开始转发各种消息当然这个消息呢，大部分都是假的你比如说，他说什么美国政府说是5000万资助加沙那些人去买安全套，大家一听就炸了，是不是？那为什么要支持加沙的人买安全套呢？事实上是多年之前，美国政府在阿富汗支付阿富汗的人呢，给他们提供安全套。那后来塔利班上台之后呢，就不支持了嘛，就不搞了嘛。所以这个项目实际上马斯克根本说的都是假的。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内容你比如说他指责是克林顿的基金会，他女儿说从这里头拿了几百万块钱装到自己的腰包里头了，最后证明呢也是假的还你比如说，他说《纽约时报》，一年从这个国际开发署拿几千万美元，他说去年就拿了400多万美金，都是腐败的，说明这个民主党政府就收买《纽约时报》。还有那个 BBC， 那 BBC 也是从那个国际开发署里头拿了好像几百万美金，都是美国政府收买他们的这么一个证据后来人家《纽约时报》就出来辟谣说没这事儿，根本没可能。那你当时有个几百万美元是捐给了《纽约时报》的一个数据研究中心，这个数据研究中心跟《纽约时报》的报道部门之间是完全2个独立的法人，互相不搭嘎。那么关于《纽约时报》，他说我们从美国国际开发署拿到的钱，就是《纽约时报》的订阅费，这个订阅费1年是多少钱呢？30几万美元，这个并不算高。那你那个《华尔街日报》1年美国政府的订阅费是100万美金，那比《纽约时报》还高呢。那 BBC 也开始出来说了 ，BBC 说，美国国际开发署给他们的钱呢，是给的 BBC 下属的一个慈善机构，这个慈善机构在印度搞的慈善项目，跟 BBC 之间也没什么关联。后来这马斯克呢，就把这些信息有的就删了，比如像 BBC 这个信息，《纽约时报》的信息还放到这儿呢，他还没删呢。所以你看看这个消息真真假假，当时就引起了舆论的滔天热议大家都说，你看，确实是浪费钱，对不对？然后马斯克当时还说了一个特别耸动的，说美国政府资助中国研究这个生物化学武器，然后呢导致了新冠的发生。这事情的原委是怎么回事呢？是美国国际开发署给美国加州大学一个分校呢一笔钱，而这个加州大学其中有81.5万美元呢给了武汉市的病毒研究所大家都知道，这疫情之后，很多人都指责这个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新冠病毒，然后导致向全世界散播所以马斯克就说，你看美国政府资助这武汉病毒研究所搞这个生化武器，结果搞出了新冠病毒但是现在国际的主流学术界一般都认为这个新冠病毒实际上是来源于自然界的变异，跟武汉市病毒研究所之间没有什么关联但是这些真真假假的消息出来之后，确实在媒体上引起了非常大的反响那么客观来讲，这马斯克的政府效率部这个国际开发署的这个查账查没查出来有些问题呢？
还是查出了一些问题。你想想，这个机构1万多人啊，然后一年400多亿美金，怎么能没问题呢？你比如说，他给好像是哪个国家一个变性手术支付了200万美金，还比如说爱尔兰有一个什么专门支持这个什么多样性公正性的那样的一个舞台剧，他给了7万美元但是就我看他查账的这些内容总体来讲没有太大问题，有一些官僚的性就官僚系统低效嘛，对吧？但是总体来讲没有什么惊天黑幕，就像马斯克所讲的没有。而且它的行政费用呢，总体来讲也不高，大概就只有5%到7%嘛。那这个费用的话，你跟美国政府的那行政效率部门比起来，那应该说还并不算高。但是马斯克和特朗普应该就是说，对美国国际开发署在国际上捐钱这事儿他不感兴趣，所以他对国际开发署开始下刀子2月10号的时候，美国国际开发署那保罗就出来说了，他说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国际开发署冻结，导致了一个非常危险的倾向，就是美国政府向国际援助这些钱，尤其在中东，有可能流到恐怖分子手里。因为美国国际开发署在中东、伊拉克还包括这个什么伊朗就是这个地方，它有一些援助项目这些援助项目它要保证这些钱呢给当地的老百姓花，还不能流到哈马斯和真主党手里头，那就需要有些人去监控嘛。你现在把监控的人都调回来了，那这些钱要是这转到这个哈马斯那里头怎么办呢？非常担心。特朗普一听说之后，2天之后的2月12号就把这个保罗给免掉了，让这个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来当这个国际开发署的署长Are you currently in charge of USAID or are you I'm the acting director of USAID. I've delegated that authority to someone, but I stay in touch with him. And again, our goal was to go in and align our foreign aid to the national interest. But if you go to mission after mission and embassy after embassy around the world, you will often find that in many cases, USAID is involved in programs that run counter to what we're trying to do in our national strategy with that country or with that region. It's been 20 or 30 years where people have tried to reform it, and it refuses to reform, it refuses to cooperate. When we were in Congress, we couldn't even get answers to basic questions about programs. That will not continue. That's not going to continue. 那么马斯克呢，在这个过程中也表现得很强势当时很多人就批评他，说你这个政府效率部非常不透明，然后你这个成员中间有些人有问题。你比如说《华尔街日报》当时就披露，他当时中间有一个就是政府效率部的人呢，在网上发表了很多极端的种族主义言论，比如说他说我绝对不会跟这个非白人结婚的，还有说美国这个平权法案呢是扯淡的，应该废除。那这些话都非常非常严重《华尔街日报》当时披露出来之后，这个成员呢面对这个舆论的压力就辞职了。结果第2天2月13号的时候，马斯克就出来说他这职务已经恢复了，而且呢他还建议《华尔街日报》就把这个报道这个记者赶紧给开除了。而且美国总统特朗普包括万斯都出来给马斯克撑腰。而且马斯克在网上他对他那些谣言呢基本上也不辟谣对其他人对他的批评动不动就封号因为他现在是管着推特嘛，推特过程中间有人批评他，直接就封号。所以你可以看到了，马斯克这种强势的作风也确确实实跟美国其他过去的政府部门不太一样。人家毕竟是享受副国级待的常务副总统那动完了这个国际开发署之后，马斯克又把刀子就动向了美国的其他部门，比如说教育部就被他裁撤了，美国的那个卫生与公共服务部现在也被冻结了。那美国政府下面大名鼎鼎的 FDA， 也就是美国的食品药品监督局就归这个美国的卫生与公共服务部门管，是它的下属机构。全世界的那药物审批，大家都知道 FDA 的标准是最高的嘛那你把这些东西冻结了，实际上后果都蛮严重的。还你比如说，马斯克在2月10号的时候，特朗普宣布就对这个美国有个叫人事部门进行开刀。这人事部门管了美国联邦政府下面有200万的文职人员。马斯克就说了，这200万人职员，如果你们现在想离职的话，我们给你买断工龄，让你们下岗，买断工龄给你们8个月的薪水。如果你要是不愿意买断工龄呢，我们下一步就有可能大规模的裁撤这200万这个美国文职人员那就搞得人心惶惶。他还鼓励这些员工之间互相举报，说举报谁没有听特朗普现在的这个路线方针，
没有把贯彻特朗普的这样的一个体制改革的方案，有没有做到对特朗普精神入脑、入心、入魂，鼓励他们去互相揭发、举报啊？举报完了之后，那有可能就拿他们开刀，不是吗？是吧？所以现在美国政府内部这些文职人员也是人心惶惶啊。应该说啊，马斯克的这些做法在美国现在引起了极大的争议啊。为什么呢？首先是他这个政府效率部，这个政府效率部啊，是不是违宪的问题？你比如说，马斯克这个政府效率部，虽然说特朗普成立的时候只是一个顾问机构，但是这个顾问机构啊，你现在啊，你有这么大的权利，因为美国规定啊，你的常设机构都需要国会立法啊。你美国总统实际上是没有权利自己搞一个行政部门的，但是现在他说我是个顾问机构啊，顾问机构只是美国总统权力的延伸呢，于是他就自己就成立了。但是这个顾问机构的权力也有点忒大了，对吧？它涉及到人事权力的任命，对吧？他可以直接任命其他的哪些部门的署长啊？那国际开发署的署长不就被他给咔嚓掉了吗？还涉及到财政权的审核，他们这些部门的人直接进入到美国财政部，要看美国财政部的所有的数据，包括美国税务机构的所有的数据，把这些机构都吓坏了。说是马斯克的这帮小孩们拿起这些数据就喂给 AI 了啊！这 AI 当时要这个数据要泄露出去，可怎么办呢？那你想想，这个权力如此之大，那你现在不经过国会立法，你特朗普一纸行政命令就搞起来了，那这是行政扩权呐，对吧？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担心，很多人啊。另外一个方面，你现在对这个国际开发署，你直接动刀子，你要冻结它，那你涉及到一个跟国会权力的分配问题。国际开发署啊，是美国国会立法成立的一个机构，那么按道理来讲，你这个国会立法的机构，应该国会自己去投票去解决这个机构的存废问题。但是现在马斯克也包括特朗普准备裁并到这个部门，把这个部门合并到美国国务院去，那这也同样涉及到这个行政权力的扩张问题啊。所以当他搞了这个事情之后，2月13号，美国有10几个州的检察长啊发起了对特朗普的起诉，就说你这个行政命令本身就违法啊，就违宪。应该说这里马斯克钻了一个空子啊，因为美国宪法规定啊，就是美国的总统也包括美国的行政机构，不得在国会没有审议的费用的情况下，你去使用资金。也就是说，你花的每一笔钱都得是国会啊给你通过的，国会批准的，你才能用。但是呢，美国的这个宪法就没有规定啊，你国会批准的钱，我可以不用嘛？那么现在马斯克就是说，你国会虽然批准了你这个国际开发署1年可以花400亿美金，但是我认为这个400亿美金不合理，我就不花了。这不花违不违宪呢？不知道，反正美国宪法没规定。美国宪法只是规定了，你特朗普你要花钱的话，得经过这个国会批准。那特朗普说你批准的钱我也不花，现在没有答案。所以现在围绕着特朗普政府，也包括马斯克的这些行政机构改革的一系列的措施啊，已经有10几个案子开始诉讼了。预估啊，这些案子啊都会起诉到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要说马斯克和特朗普啊，之所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啊搞这些东西啊，他们之间也有一个盘算。盘算是什么呢？就是他雷霆之势搞了这么多事情啊，你就算告，短期之内，美国的法院系统啊，可能也处理不过来。再加上美国的法院，大家都知道行政效率低下，等打完官司的时候，特朗普可能都下台了。所以啊，你这个法律机构对这个整个美国的行政机构的约束是非常滞后的。那这有可能带来一个什么非常重要的问题吗？我看美国啊，这有一个就这个民主党一个高级官员的评价特朗普，他说的非常好，说在特朗普的观念里啊，美国是3权分立体系啊，但是这3权之间不是平等的。过去一般都是认为是平等的，立法、刑法、立法、司法、行政啊，3个分支啊。但是在特朗普的脑子里，他认为行政分支的权利应该凌驾于立法和司法之上，这是他最核心的改革的目标，也包括马斯克也是这么认为的。而马斯克呢，实际上在运用一种 CEO 的方式啊，在试图对美国的政府系统进行改造。大家都知道，特朗普在竞选的时候，马斯克是不遗余力的支持他啊，
支持的时候，他提了一个口号，他说美国现在联邦机构腐败的不得了，他如果上台的话，一年可以削减2万亿美元的开支。那当时治下豪言呐，他治下豪言的时候呢，实际他是想用治理他公司的方式来治理美国政府。你比如说，他当年把推特给买下来啊，买下来之后，立刻就裁掉了推特90%的人，然后呢，用这10%的人呢继续来管理推特啊。他认为这效率管得更好了。他认为美国政府也是如此，可以用相同的方式呢，来进行改革。所以他跟特朗普2个人一拍即合，就搞了这个方式。但是这个方式啊，由于美国政府啊，它盘根错节嘛，它跟立法部门跟司法部门之间有一个动态平衡。你要想进行这种大刀阔斧的改革，你必然要行政权力凌驾于司法权力和立法权力之上，否则没可能搞成。你就比如说现在这个国际开发署，现在有很多人就起诉他了，你现在冻结这东西不合法啊，那法院就开始要进行裁决了。那假如说啊，马斯克跟这个特朗普啊，最终这个案子打到了联邦最高法院。大家都知道，美国现在的联邦最高法院呢是保守派的势力在控制的。那特朗普在上一任的时候，他任命了三四个美国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啊。那么，假如说那个联邦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最终裁决马斯克也包括特朗普的，就这些做法不违宪的话，那美国真的可能要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了。那特朗普也好，马斯克也好，真的有可能在美国的制度基础上动员这个国家最基本的那样的一个底层逻辑。未来美国这场体制改革究竟会如何走？马斯克领导的这个政府效率委员会啊，究竟在美国的政坛还会掀起哪些血雨腥风？用喜国大总统郭文贵啊的一句话来讲，一切才刚刚开始。好了，我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Are you trying to go to the clinic? Yeah. It's closed. What happened? The USAID funding has been frozen, so they're closing down clinics. And how come? I don't know what to do. Serious. What will I do? There's nothing. No? It's fine. Thanks. A despairing moment for a community that's already so vulnerable. We have massive amounts of fraud that we caught. I think we probably caught way over a lot of billions of dollars already in, 2 weeks? Yes. And it's going to go to numbers that you're not going to believe. Yes! My heart goes out to you. It is thanks to you that the future of civilization is assured. Elon can't do and won't do anything without our approval. And we'll give him the approval where appropriate, where not appropriate, we won't. They don't have the right to be disciplining people for political reasons, and they don't have a right to usurp Congress's rightful role to appropriate money. We've appropriated money for U.S. aid to render service around the world in fighting disease and fighting corruption, in defending democracy. We know Elon Musk is not interested in that, Donald Trump is not interested in that, but that's what the American Congress has done, and we're going to stand up with the workers here. Thank you.